你们知道动物们有哪些奇葩的交配方式吗？今天咱们来讲点禁忌的话题。其实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繁衍方式，当然人类已经算是为数不多的不会单纯为了繁衍而进行交配的生物了。可自然界当中的有些物种交配方式非常的特别，甚至可以用极端的来形容。那么为了交配，这些动物到底会有多么的凶残呢？如果要说是动物界的渣男，那雄性臭虫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首先，它可以全年繁殖，尤其是夏季气候温暖的时候，繁殖次数会增加至3倍。其次是臭虫每一次进食后都会产生交配的欲望，一旦吃饱喝足，回到栖息地，雄性臭虫便会尝试与雌性臭虫进行交配。最后就是这些无脊椎动物的独特交配方式了，创伤式受精，其过程相当的粗暴。雄性臭虫用尖锐的外生殖器直接刺穿雌性的腹壁，然后将精子注入对方的体腔中，随后这些精子便会慢慢扩散到雌性臭虫的卵巢里面，从而完成受精。而之所以说是创伤性的，是因为这会在雌性身上留下一个巨大的伤口，它们很有可能会等不到受精卵孵化出来，就会因伤口感染而死亡。在这样痛苦且危险的交配行为结束后，雌性臭虫往往会设法离开藏身之所，躲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那么创伤式受精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在1897年的时候，意大利动物学家康斯坦丁·里巴加在雌性臭虫的腹部当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器官，他以为这个部位就跟蝉一样，是用它来发出声音的。但仔细观察后，康斯坦丁发现了有些不对劲，在这个器官下面的细胞束中存在着大量的精子，因此他推测雄性臭虫在注入精子后，雌性臭虫会利用这个器官消耗多余的精子。不过在1913年，有昆虫学家观察到雄性臭虫会刺穿雌性臭虫的这个器官，然后完成受精，精子会通过体腔直接游到卵巢，因此创伤式受精的名称也应运而生。另外，昆虫学家还发现，为了更好的应对创伤式受精，雌性臭虫已经进化出一种适应机制，一种叫做精子的刺激生殖器结构，它含有弹性蛋白质，位于雄性最常插入的腹部区域。这种蛋白质会使雄性臭虫的精子更加容易刺穿，从而减少雌性的身体损伤和体液流失。其实一只雄性臭虫足以为雌性提供足够的精子，事后每天还要产生几个受精卵，能够长达10天。然而在此过程中，雌性臭虫也有可能被反复刺伤，可多次交配并不会让它们多产卵。要知道，那些只交配过一次的雌性，比那些多次交配的雌性臭虫能够多产25%的卵。不过臭虫这种物种可没有近亲繁殖的禁忌，雌性与雄性、雄性与雄性，甚至与自己的后代都可以交配。其实还有一种生物也会采用伤害式的求偶方式，那就是蜗牛。而它们虽然看上去慢吞吞的，但在交配过程当中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要知道，蜗牛是雌雄同体的生物，每只蜗牛体内都有2套生殖系统，既能够当爹又能够当妈。那么问题来了，两只蜗牛想要交配，到底该如何决定谁是受孕的那一方呢？只能说蜗牛的爱情就像是战场，臭虫用的是创伤式受精，而蜗牛的招式叫做创伤性分泌物转移。首先是寻找配偶阶段，它们依靠触角捕捉到爱情的味道，沿着附近蜗牛留下的粘液找到对方。其次是在商量阶段，依然是利用触角交流，这时候谁也不想妥协当母亲的角色，毕竟这工作量实在是不平等，于是找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只能打一架分出胜负。既然他们谁都不愿意成为受孕的那一方，那这恐怕是唯一的方法了。而在这个时候，蜗牛会化身为刺客，把腹部藏有的暗器发射出去，如果能够一击射中交配对象，使其出现伤口，那么精子就会落到对方身上。其实别看蜗牛个头不大，但这些暗器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质地非常的坚硬，如果要等比例的放在人类身上，起码是一把38厘米的水果刀。通过激烈的角逐分出胜负后，两只蜗牛定好了各自的角色，然后才进入真正的交配。通常来说，交配需要好几个小时，在此过程当中，它们会互相交换精子和卵子。那可能有小伙伴会好奇，既然是雌雄同体的，那么即便被刺中的那一方蜗牛，不也能把自己的精子注入对方体内吗？谁当爹谁当妈还真不一定呢。其实蜗牛这种带有伤害性的交配方式，使得它们进化出各种各样的暗器，有的暗器上还有化学物质，能够进一步提高对方卵子受孕的几率。况且被暗器刺中后的蜗牛战斗力自然弱了一点，体内的精子自然又会遭到对方攻击，因此它只能接受命运。有些时候真该庆幸自己是人类，还能多一丝愉悦。性食同类的现象指的是动物在交配过程当中发生同类相食的行为。大多数性食动物中，它们都是以雌性占据主导地位的，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最先想到的是黑寡妇蜘蛛。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也是因为雄性蜘蛛在完成交配后，便会缠在雌性黑寡妇编织的蛛网里面，一点一点的被吃掉。本以为这是弱肉强食的结果，毕竟体型幼小的雄性蜘蛛根本就没有办法挣扎多久。可实际上，有动物行为学家发现，雄性蜘蛛是自愿被吃掉的。一方面是为了延长交配时间，保证自己的精子成功让雌性受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独占雌性蜘蛛，阻止它再次的交配。最后，雄性蜘蛛牺牲自己的身体，给雌性和后代提供营养。然而，还有一种昆虫也拥有同类相食的习惯，那就是螳螂。为了繁衍，它们真的算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过去，有科学家认为，雌性螳螂吃掉丈夫的行为只会发生在交配过程中，而且即便它们将丈夫断头后，雄性螳螂也不会立刻死掉，反而在失去神经抑制中枢后，其性能力有所增强。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美国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次实验，他们把一部分雌性螳螂在实验前喂饱，还有一些螳螂会先被饿上个3-5天，剩下的螳螂则被饿了11天，然后把这3类雌性螳螂分别与雄性螳螂安排在同一空间，观察它们的交配情况。果然，实验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那些饥饿程度最厉害的雌性螳螂根本就没有心思交配，反而直接向雄性螳螂发动了攻击，而被饿了3-5天的雌性螳螂都与雄性螳螂进行了交配，只有一只在交配前就迫不及待地咬掉了对方的头，其他的雌性螳螂都是在完成交配后才会把对方吃掉的。最后就是那些没有被饿肚子的雌性螳螂，科学家惊奇地发现，在交配过后，它们并没有吃掉对方，而且雄性螳螂也存在着明显的逃脱迹象。看来不是雌性螳螂太过于凶残，也不是雄性螳螂完全的心甘情愿，而是取决于雌性螳螂到底饿不饿。不过雄性螳螂是知道自己很有可能在交配后被吃掉的，但即便冒着风险，它们要完成交配，繁衍后代。实际上，科学家在一项针对于中华螳螂的研究中发现，在多达50%的交配行为后，都会发生同类相食的情况，而且这种性食同类能够提高螳螂的繁育能力。看完上述动物奇葩的交配行为，不得不说，弱肉强食在动物界展现的真是淋漓尽致。每一种动物为了能够在自然界当中生存繁衍，它们都会不断的进化，掌握更多的生存技巧，而暂时处于弱势的那一方，或许未来也会进化出更好的应对机制。对于某些动物而言，爱情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相爱相杀的交配过程完全就像是一场恶战。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哪种动物的交配行为最为凶残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冉，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